你别说小店，但是人家做菜真的很用心啊。花自己的钱吃饭，说真话。我是老山小胖。今天3个人在红角洲凡顿公馆门口十全十美粉丝推荐的3个人4个菜148块钱，打包了3盒，推荐。黄豆烧鸡脚46，鸡脚软糯烂，你基本上到嘴里一抿就脱骨，然后有豆子的香味，有鸡脚胶原蛋白的那种烧出来的酱香味，整体的味道呢是非常典型的南昌的酱烧口味，可以。葱爆牛肉，你既像一个北方菜，但是同时它又加了小米椒和酱油做这种南方口味，分量很足，然后葱的甜味你也能吃得到，牛肉的这种卤的香味你也能吃得到。小店这个就很见它的这种用心了。肉末茄子18，虽然比火火食府稍微贵那么一点点，但是第一个分量更多，第二个它的工序会稍微再多一道，就是它最后还多了一道包尾蒜，所以它的这个香味来说，是你一般小店肉末茄子里面它会多了一个蒜香。毛血旺30来块，它的价格对这个分量，包括用它的材料来说，牛肚、血旺、肥肠，还有火腿肠，最后再给你辣椒末子、蒜末和葱花浇一遍热油，上桌的时候这种香味是很浓郁的，非常典型的这种南昌口味，它并不是川味的那种麻辣，它是香辣口味。做个总结啊，就是整体的菜来说，有3个是它的推荐特色菜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家常菜。家常菜它也做的比较用心，它的特色菜里面你能吃得出来，就是价格对得起这个分量，很实惠了。在这个红角洲周边来说，他们家这家小店没有环境，但是口味和价格很能打了已经。就很简单，有它量大的没它便宜，有它便宜的没它好吃，有它好吃的不如它有特色。花自己的钱吃饭，说真话。我是老山小胖。今天5个人在西湖区子安路的咱妈东北大水饺，240块钱6个菜，相当不错。酱大骨的味道是比较不错的，它肉卤的稍微有一点紧致，但是里面呢并不柴，然后依然还是有这个肉汁和油脂在里面。然后它的雪面豆沙确实这道菜是在很多东北菜馆里面你是吃不到的。然后呢，外皮有一点像白糖糕的那种酥，里面是鸡蛋清打发以后炸出来的那种蓬松的蛋白，带着一点点的韧性。然后中间再夹着豆沙绵绵的很细的豆沙，不是很甜，但是作为甜点来说的话，确实比较有东北特色一点，因为你在其他店里是吃不到的。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家常的红烧豆腐，加了辣以后更符合南昌人的口味，它的酱香味炒得很透。然后加了一点点白糖提鲜，它的味道拿捏得很准。京酱肉丝给的也不错，油酱分离，然后裹在肉丝上呢，稍微有一点咸口，但是裹上豆皮以后味道刚刚好。要说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五花肉炖粉条稍微差了一点，就是它的炖的时间不够，肉香味没有透进去，汤汁不够粘稠，粉条没有完全的吸味，这个稍微差一点。其他那几个菜呢都是比较不错的。锅包肉虽然炸的地方稍微火候有一点点的，就是在面糊上有一点欠缺，但是大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。因为第一它的价格便宜，第二它的量大，第三它的就是酸甜口拿捏的比较好，你不会说吃1块2块哎呀就腻了。然后它这个的话呢，只是在火候上稍微有一点点欠缺，其他都是不错的。综合评价来说的话，算是比较有东北特色的菜馆，值得来试一下。留1块给摄影师，我吃1块就行。这玩意儿太好喝了，这一口。花自己的钱吃饭，说真话。我是老陈小胖。今天2个人又到老城区来找小馆子吃了，平平烧菜馆囤了很久的店，120，2个人3个菜，硬菜是真硬，小炒是真便宜，推荐打包了。老城区物价是真便宜，这肘子68一份，皮糯肉香，完全没有腥骚味，而且呢整体的口很淡，但是你又能吃出肉香和油底口，非常不错。酱干肉片18，多大一碗子多得上来，其实正常2个人吃2个小炒就够了。酱干的豆香味很浓，然后呢它放了前夹肉煸香，煸得很透，油香渗透到豆香里头去，加上芹菜小炒一下，清香。这个菜很好。有些日子没吃萝卜干油炸了22，也是一样的，分量很足。油炸是自己熬的那种，然后拿肥肉切片，熬成油炸以后下锅之前再复炸一次，切碎的萧山萝卜干、大蒜、辣椒，还有青椒的脆嫩，煸出虎皮来，完全没有那种生辣味。最后总结，
我们2个人3个菜，估摸着110到120吧，是因为有一个68的肘子硬菜，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了。老城区的这种生意好的小店呢，真的是食材非常新鲜，可以来。而且啊，就他们家量是真的多，我们2个人吃到现在也就只吃光了1个菜，剩下1个肘子和半盘猪油渣还没吃完，待会儿还得打包。婶子们下饭，又香又辣。花自己的钱吃饭，说真话。我是老陈小胖。今天3个人在红谷滩红角粥赛百味5宁炖钵244块钱，菜市场多了点，人均在60到70之间。招牌不好看，但是菜好吃。今天中午这个吃的特别饱，而且吃的很好，应该说是非常具有武宁当地的特色。山杯辣椒炖油渣呢，油渣用的是花边。然后这个确实就是它的用料比较好，然后它的辣椒末炖出来是香辣，然后回口有甜味儿。放了豆豉以后，它整个那种又越炖越香，而且它油渣你吃到嘴里面软，然后呢带稀的一点汤汁，同时它里面有一点点的韧性和脆，是那个花边的那个皮那一层，所以这个确实是很有特色的。然后它的小竹笋炖棍子鱼也很好吃啊，然后第一个鱼肉很香，然后里面放了干的竹笋和这个干的辣椒，所以炖出来以后那种竹笋的鲜味化在汤里边。再有就是它的西红柿烧牛腩，西红柿炖牛腩应该是说，那西红柿炖牛腩它虽然西红柿是大块的，但是你炖到后面的话，它那个汤汁化到汤里面，带着西红柿的那种酸鲜味儿，整个牛腩它提前卤的味道又很透很香。最后就是它的这个荷包蛋炖豆腐。同样哈，你拿砂锅一煮出来以后，哇呀，那豆腐里面全是蜂窝状的东西，蜂窝的孔洞吸饱了汤汁，一块豆腐下去，下饭，而且米饭又是蒸出来的，拿甑蒸出来的那种米饭，非常适合配这种砂锅菜吃，爽啊！你尝尝，这牛肉口感好，赶紧吃，趁热。花自己的钱吃饭，说真话。我是老陈小胖。今天2个人在国安路阿彪烧烤140块，牛肉、五花肉和腰子真的很不错哦，推荐。牛肉10块钱3串，它这个牛肉非常不错，很有特点。第一，火候保持的好，口感嫩弹，提前腌制，但是没有破坏牛肉的口感，孜然的香味和葱花的香味和牛肉香味混搭在一块，很不错。这个生烤的腰片13一片，它除了葱香之外，它用了蒜蓉酱来去腥去膻，口感上保持得很好，而且腰子的厚度比较不错，同时呢脆嫩又有这种酱香的味道、蒜香的味道，挺好的。烤五花肉片，它这个是去了皮的五花肉，烤的时间够久，然后呢焦香，咸开头甜收口，所以它整体的味道回口回甘这一下还挺不错的。脆骨是21把，然后它这个脆骨，第一个料汁调的不错，味道很柔和，同时呢又能突出这个肉香味。第二就是它烤的火候比较好，不像有的店烤的那么焦，嚼起来很费劲。它这个呢有一点肉头的口感，又保持了一点脆度，吃的蛮舒服。做个总结就是这是一家小店，在国安路上。第一，食材是比较新鲜的，自己穿的肉串都挺不错。第二，它的味道和火候拿捏的都很好。第三就是呢，它只有老板自己一个人一个小炉子慢慢烤，上菜会慢一些。这里呢也就是2-3张桌子自己慢慢吃，比较适合人少到这来吃个宵夜喝个酒。提示一下，早点来，不然来晚了没食材跟你们聊了很久的槟榔鸭花自己的钱吃饭，说真话。我是老陈小胖。今天4个人在红谷滩凤凰粥厨艺餐厅，6个菜500块钱，槟榔鸭非常不错，值得推荐，适合家庭聚餐。酸萝卜炒肚丝那个萝卜很脆，哏啾的，脆爽，然后加上白萝卜、胡萝卜，然后里面还有一点泡椒的酸辣，配上这个提前卤好的肚丝，口感是很丰富的。蒜子烧肥肠，第一个肥肠处理得很干净，但是又保留了一点点油脂在上面，而且是新鲜肥肠，所以口感是软嫩弹，9.5分烂的那种口感。然后加上油爆了之后的这个大蒜子放在一起烧，香味是很浓的。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，就加上蒜以后，这个香味1+1大于2。槟榔鸭的话，皮很紧实，然后肉呢有弹性，
做出来先甜后辣，然后是肉香还有料香，很不错的一个槟榔鸭，让我想起了10年前去某一家老城区的店吃的那种感觉。难得能在小店吃到这种自己做的糯米排骨，不是预制菜，糯米的香，然后裹着这个排骨的肉香，用的全部都是肋排，所以口感和味道是很好的，而且很清爽，很适合小朋友吃这个菜。4个人6个菜500块钱，人均100块钱左右。但是我们这个菜市场多了点，所以最后没吃完这家店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它的食材用的是很新鲜，然后很多这种硬菜它其实没有用预制的食材，而是说自己店里面搞新鲜食材来做。整体的环境氛围比一般的这种苍蝇馆子要好一些，这属于一个中高档之间的这个水平。红泥小火炉冷饮1杯5，这个冬天这菜得上酒。花自己的钱吃饭，说真话，我是老申小胖。今天2个人在红谷滩第1街区好来市干味馆，3个菜300块钱，人均100往上走，年轻化的店挺不错。这一锅应该说食材选料都不错，而且呢板鸭香，但是不咸，但是它的味道又融到汤里面去了。这一锅汤真的是精华，萝卜的清甜，娃娃菜的甜，然后还有冬笋的鲜，以及板鸭的香，全部融到这一锅里边。冬天文艺一点的说法，冬天阳光的味道全在这里，非常不错。桂鱼真的是小桂鱼比大桂鱼要好吃，1斤以内的桂鱼肉质是最嫩的。这个上桌就是那个鱼香味，然后是酱香，你入嘴的话又是先有酱香，然后才是鱼的腥味，非常典型的南昌食材，口感很好，味道也很好，配上这个红薯粉皮，这个冬天吃很棒。我们家这个黄豆烧鸡脚或者是特色烧鸡脚，软趴酱香鲜辣，整体的味道融合得很好，很典型。这几年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南昌年轻一代这种代表的这种烧菜，很不错。有些日子没有吃这么舒服的烧菜了真的。这家店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南昌的烧菜口味的馆子店，但是环境不错，服务细致的地方也很好，人均可能在100往上走。如果你在红谷滩第1街区这边，你想要口味，然后要这个食材，你就往这来吃。说推荐，如果有人觉得是营销，那就随便他，好吃就是好吃。花自己的钱吃饭，说真话，我是老申小胖。今天2个人在红角洲荣幸川菜馆，231块钱，按3个人的菜分量点的，人均70到80，推荐不错。先点的3个小菜我觉得都不错。蒜泥白肉是来这里一定要点的一个小菜。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刀工非常好，每一片肉都片得很薄很均匀，基本都是1分钱硬币左右的那个厚度，所以呢吃起来口感很棒，肥肉不腻，瘦肉不柴，带着一点点的弹性。然后它的烧焦酱拌茄子以及它的这个凉拌的西葫芦丝，我觉得都还可以。西葫芦丝主要是它的红油辣子调得很香。然后呢，在它的热菜里边就是它的水煮肉片。水煮肉片呢，红油的香味、辣味、蒜香味都在这里边，因为它最后浇了一勺热油的嘛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麻味给的也够，肉片很大一块，咀嚼感很棒，但是它的反作用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粗，这个口感但完全可以接受。它的小炒菜里面鱼香肉丝，第一个它的肉丝上浆不够，所以稍微有点柴。第二个就是呢，它的这个糖放多了，抢掉了泡椒的味道。相比而言，它的猪肝的那种口感和味道会更好一些。第一个上浆抓得很好，猪肝每一片上浆都很嫩很脆。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味型，泡椒的味型、鱼香味型把握的很不错。它的糖放的不重，有一点点的回甜，但是你能吃出泡椒的那种酸辣味出来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呢，它整个店里面人均其实大概就是70到80块钱，比较适合3到4个人的这种小聚餐，然后环境也还过得去。我觉得人均70到80的话，吃这个口味算是比较不错了。这个菜应该搞杯酒喝的。花自己的钱吃饭，说真话，我是老申小胖。今天3个人在青云浦兴隆烧菜馆，老店就是老店，确实口碑很好，人均50、60，吃开心了，打包1份外卖。
卤水拼盘，肘子是58一个，然后酱干的话我点了3块，但是具体价钱不清楚，应该肯定也不贵。这肘子肉香非常足，淡淡的卤香，而且是完全不腻的。我们吃的时候它是放凉了的，皮是 Q 弹，很筋道，但是肉呢完全没有油腻感，吃起来非常香。蘸这个蒜泥，就这一口下去得配酒啊。家乡青菜梗，大蒜、辣椒、豆豉，青菜梗拍碎了以后，大火一炒，放点猪油，香得很，你知道吧？非常典型的这种冬天一凉下来以后下饭的小炒，而且青菜梗又脆又甜。天凉了，秋天来了，鱼肥了，鱼子鱼泡也可以吃了，到季节。它的鱼子鱼泡非常新鲜，而且呢，鱼泡的口感很丰富，有脆的，有 Q 弹的，也有糯的，然后鱼子是完全没有腥味的，很香。香辣，然后再加泡椒的那种发酵的酸辣味一点点，很不错。最后里面还放了一点剁碎的萝卜干和剁椒，所以它的口感味型都会非常丰富，很适合。做个总结，我们这顿3个人160，2个肉菜，然后1个青菜，性价比是很不错的。然后这家店总体上来说呢，比较适合晚上过来吃，因为它这个菜比较的下8+1。我是觉得在青云浦这一片，这家店的水平值得你把它当做一个日常小聚的地方。